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凯。今天的影片最后呢，要来跟大家分享3个可以让你的每日穿搭加分的小技巧。好的，首先在开始之前呢，想先问大家一个问题，就是大家觉得时尚是什么呢？大家觉得时尚的定义是什么？我记得那时候我读研究所的时候，第一堂课老师就问我们一个问题，说 Okay, guys, what do you think fashion is? What？ 在这样一个变化快速、social media 蓬勃发展的时代呢，时尚渐渐被赋予一个定义是，你一定要有一个漂亮的背景，例如说一个巴黎铁塔、一个旅游的景点，或者是一面白墙。再来第二点是你一定要有一个很会拍照的朋友，是那种从下往上拍这种。第3个最重要、最关键的一点就是，你一定要背一个 Gucci 包，身穿 Balenciaga 鞋，头戴 Prada 帽。这样你就构成了 fashion 的3个元素。英国的一个时尚研究学者呢 ，Joanne Entwistle， 他在他的一本著作里面的《Fashion Body》里面有讲到说，其实时尚呢是镶嵌跟嵌入在文化里面的，就是 fashion is embodied in culture。所以呢，时尚其实是从文化当中孕育出来的。那你会说文化是怎么一回事呢？最简单的一句话来定义 ，Raymond Williams 在他本书里面他就有讲到说，文化其实就是一群人生活在一起，拥有相同的生活模式，就可以被称之为文化。什么意思呢？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，就有时尚。所以今天你看到你隔壁家老王，看那个什么，丑衬衫、丑背心，对不对？穿那个什么丑鞋，但事情是这样子的，他今天可以买得到那双鞋，他可以买得到那件衣服，就表示有厂商、有店家、有品牌在生产那样子的东西，也就表示有一群人拥有相同的购买模式、相同的生活方式、相同的喜好，他们会去购买那样子的衣服。所以什么意思呢？有一群人拥有相同的生活模式，就构成了时尚。毕竟时尚跟艺术其实一样的，就是都是很主观的东西。今天有一个人穿的比较韩系的风格，跟一个穿比较日系的风格。喜欢韩系的人呢，可以觉得喜欢日系的人穿得很没有品味、很丑吗？不尽然的，他们只是不同的风格而已，但是都是在时尚的内涵里面。来总结一下我刚刚所说的东西好了。你以为你对流行文化一点贡献都没有吗？你以为你跟时尚一点关系都没有吗？你觉得时尚跟你遥不可及吗？是只有有钱人才有办法玩的东西吗？其实时尚离每一个人都很近，跟每一个人每一天的生活都息息相关。食衣住行娱乐嘛，衣是其中的一部分。只要你走进店里准备要买衣服，只要你打开你的衣橱准备要开始搭配你今天的穿搭，你就是时尚的一部分，并且你的每一个购买行为对这个时尚流行文化都是有一个影响力的。因为你购买那样子的东西，店家就会知道，哦，这样子的产品受到了喜爱，渐渐累积而来，就会有一个最大公约数的喜爱值。那潮流这种东西就渐渐的产生。所以我要讲的就是每一个人跟时尚都非常的有关系。接下来呢，我要跟你们分享3个重点。这3个重点呢，是我之前在流行趋势工作室工作的时候，因为我们的工作就是必须要大量的看新一季的伸展图，然后分析出一套流行趋势的重点。那我们在分析这些伸展台的服装图的时候，我们会有总归3大类来去分析这些服装图，在你每天可能觉得我只能穿制服很枯燥乏味的穿着方式里面，或者是你觉得你自己的穿着太过于基本款，你对自己的穿搭比较没有自信的话，希望这3点可以帮助到你，在你日常穿搭的时候，或者在你选购衣服的时候，都可以帮助给你一点灵感，或者是让你的服装可以有点小加分的效果。那我们就马上开始吧。第一点是什么呢？第一点，今天有一个人从你前方朝你走过来，你第一眼看到他会是什么？没错，就是色彩。大家一定都听过一个穿搭守则，叫做一套穿搭里面不可以超过3个主色，对吧？不可以超过3个颜色。那这个穿搭守则其实并不是一定要照着这样做的。就像我讲的，时尚这个东西是很主观的，并没有所谓的对或错、好或不好。但是为什么会有3个颜色这个原则呢？其实它是要让你的视觉看起来是比较平衡，看起来至少是舒服的。这一套呢，大家可以很明显看到我的主色
就是一件灰色的西装外套，一双绿色的鞋子，外加我西装外套上的皮带呢，也是一个荧光色的黄绿色皮带。那为了让灰色跟绿色可以更平衡一点，视觉上看起来不会太跳透呢，我用了一个浅色牛仔裤在中间当做衔接。这一套服装里面，直接很明显的3个颜色：白色、紫色、卡其色，就是我这套穿搭的3个主色。那我个人另外还有一个小技巧，就是有时候我们很想穿印花或是格纹的衣服嘛。那有时候印花或格纹，其实在一件衣服里面就包含了好多种颜色。这张图呢，是我那天好玩心血来潮，想说来搭一套对比色的衣服，来看看好了。所以我那天挑选了一件紫色的格纹短版衬衫，下半身我搭了一件黄色的长落地裤。视觉上看起来就是很亮的2个颜色，但是其实并不会看起来很违和，因为我的黄色其实是从我的紫色格纹衬衫里面中截取的颜色，也就是说我并没有多增加颜色在我的穿搭里面，我是把颜色从我的穿搭里面延伸出来，就从我的上半身里面抓出来延伸出来，所以整体视觉看起来还是平衡的，还是看起来是协调的。讲完颜色之后，第2点重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材质。这边材质呢，我所谓的是特殊材质的部分。那特殊材质举凡天鹅绒、丝绸、缎面、雪纺、漆皮、PB、塑胶、铝箔材质。这些特殊材质到底特别在哪里呢？这些特殊材质基本上你穿上去之后就是自体发光，因为这些特殊材质它所拥有的是一个光泽感。它会随着你身体的摆动，或者是你动作的不同，或者是光线的照射，而散发出不一样的光泽。那这样的光泽感，一种波浪感、光泽感是棉麻这种材质所做不到的。像我身上这件就是偏麻类的衣服，就是没有办法有什么太特别的光泽。第2套的特殊材质呢，就是内里的这件白色雪纺透肤高领。因为它是透肤的，所以其实在光线下是可以透出我的肤色的。而且因为它是雪纺，所以它的材质非常的柔软，可以有很自然的皱褶感。这一套的特殊材质就是我内里搭的这件黑色的天鹅绒高领上衣。这件高领上衣其实真的很好搭，有时候我今天就是想穿黑色整套出门，但是我又想要让我的服装增加一些亮点的时候，我就会利用这个黑色的天鹅绒上衣。最后一个 last but not least， 第3点是我最重视、我最喜欢的一点，就是服装细节。一件简单的衣服，一件简单的上衣，一件简单的牛仔裤，加上不同的细节设计，就可以让你这件衣服这个单品整个看起来就不一样。一件简单的衬衫，如果我的袖口加一点泡泡袖，加肩膀加一点设计的话，整件衬衫看起来就完全的不一样。又或者最近很流行的西装套装，我记得从去年就开始，我去年就开始在买一堆西装外套，我真的没有在骗人，我真的大概有10套以上的西装外套吧。现在已经出了一年以上，出了1季以上了，卖家跟买家们、消费者们都开始觉得有一点点无聊咯，怎么都长得一样。这个时候细节设计就变得很重要，透过一些扣子不同的设计，或者是一些袖口位置的变化，或者是增加垫肩等等的设计，增加皮带，消费者呢也会开始因为细节的不一样而选择继续的购买。垫肩在西装外套上已经没有办法满足我了，我现在衬衫也开始要垫肩。垫肩这件事情呢，就会凸显你的肩线，收缩你的腰线，曲线变是这样。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，希望大家看得开心。也希望这对大家都有点帮助，也希望大家可以看完这支影片之后，都深深的知道、深深的体悟到自己对时尚跟流行文化其实是大有贡献跟息息相关的，都是有影响力的。时尚其实并不是这么简单的、这么表面的一回事。在穿着 Prada 的恶魔里面，安海瑟薇其实刚开始是非常瞧不起这个行业的人，他们觉得在乎这些外表的东西实在是太肤浅了。时尚这件事情其实从来都不是只有表面这么一回事而已。服装代表了很多种意义，时尚代表了很多种不同的内涵，领域也非常的广。所以呢，希望这支影片可以稍微的改变一点大家对时尚的看法。那最后的这3个重点呢，也希望可以让大家在每天穿搭或者是在购物的时候呢，都可以玩得开心。祝大家玩得开心，穿得开心，自己也看得开心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。
如果你喜欢的话，不要忘了帮我按个赞，然后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再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哦。那就这样啦，我们下次影片见，拜拜。